轻松移居到巴西，游牧签证是秘籍。这本秘籍真的能让我逃离压力，轻松开启新生活吗？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这可能是最容易移居巴西的方式哦。一起来看看究竟有多好吧 ，Vamos。这本秘籍就叫做巴西数位游牧签证，它是属于临时居留类别的签证哦。听说巴西是南美洲第一个有游牧签证的国家，这么前卫的政策，会不会很难搞呢？恰恰相反，算是很容易啦。这个签证是专门为远端工作者设计，只要工作对象是在巴西境外的公司客户，那就符合这个签证最重要的要求了。骗小孩的啦，肯定没那么简单吧？赶紧把要求说清楚吧。按照目前政策，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财力证明，需要每个月至少有$1500的收入，或者银行户头里至少有$18000的存款也可以哦。听起来门槛真的不高啊，这数字对于很多 digital nomad 来说肯定不是大问题。就算月收入不够数，只要省吃俭用，每个月在银行存点钱，很快也能达到条件哦。对啊，通常只要能证明有足够的钱可以应付在巴西的生活开支，那通关的几率就大大提升了。但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吧？会不会有什么隐藏关卡之类呢？当然了，财力证明只是条件之一，还得证明你是个远距工作者，就是要提供雇佣合约之类的文件啊。这也合理啊，既然是数位游牧嘛，当然就不能在巴西当地打工哦，不然就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啦。再来，还需要一份涵盖在巴西的健康保险。那要不要无犯罪记录呢？这个感觉是移民基本款吧？这是必须的，要求是过去12个月的居住地无犯罪记录证明，而且这份文件是最近90天内签发的哦。看来准备好这些文件，然后再翻译海牙认证，巴西的签证就可以修一下就到手咯。且慢，还差一份最容易被忽略的文件啊。看来传说中的隐藏关卡要出现啦，难道要像某个地方的人那样塞一份红包吗？不会啦，在巴西没有收红包的习俗啦。这份文件就是出生证明，而且这份文件还得经过海牙认证，然后在巴西找合法的翻译人员做葡萄牙语宣誓翻译才能使用哦。这里感觉跟常见的认证方式有点区别，通常翻译跟海牙认证都是一起做，但在巴西他却要求翻译的程序要在巴西本地去完成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没错啊，准备好文件后就可以考虑使用哪种申请方式。这个签证有2种申请途径，可以选择在巴西当地办理，或者是在你居住地的巴西领事馆办理。哪一个会比较好呢？我觉得各有优缺点吧。如果已经在巴西境内，可以尝试透过巴西政府的线上系统申请。这种方式看起来比较直接，但听说巴西当地办事效率非常森巴舞，到时候会不会很难搞呢？有这个可能啊，当地的申请系统是有些难以描述的地方啊，而且全过程都要使用葡萄牙语，不熟悉的朋友可能真的需要当地专业人士协助哦。那如果是在巴西国外透过领事馆申请，会不会好一点呢？通常来说，在海外的领事馆申请会相对顺畅一点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会协助你申请，万一文件上有什么小问题，也会比较愿意帮助你，所以在巴西国外办理可能会更轻松哦。毕竟这个签证不是投资签证那种比较长期的移民签证，所以审核过程是相对简单的吧？没错，这也是这个签证容易申请的原因之一了，并且在领事馆可能也会有翻译人员提供翻译服务。签证有效期多长呢？签证获批后会给1年有效期，之后还可以续签一次1年。那意思是最长只有2年哦。目前政策看来就是这样了。这好像不太适合想移民巴西的朋友吧？看起来这是一个加长版的旅游签证哦，怪不得门槛要求那么低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巴西数位游牧签证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最长只有2年有效期的巴西数位游牧签证，到底适不适合想移民的朋友呢？
很明显，它的优势就是提供一个低成本、低风险的移居试水温机会。这也许就是你开启巴西新生活的入场券哦。就像是游戏试玩版吧，先体验一下，不喜欢还能退出。对啊，很多人想移居国外，但又怕需要投入大笔资金，万一不适应当地生活环境，或者发现根本不喜欢那里，那不就是亏大了吗？确实有点道理，比如像投资签证，动辄要投入10几万美金到巴西，这风险听起来像是有点高啊。而数位游牧签证就是你亲身去考察巴西的最佳工具，在这长达2年的时间内，可以合法的居住在巴西生活，深度体验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。还有在这段时间可以学习基本的葡萄牙语，这对于在当地生活或者以后要入籍巴西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如果试玩过后觉得不错的话，就可以考虑转换成其他签证类型，像是投资签证啦。在熟悉当地情况后再去买房，这总比你初来乍到为了办签证而急着要买房，处境要好得多了。也可能会遇到一生中最爱，摇身一变成为巴西女婿，移民身份就更容易搞定呢。总之，在这2年内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先体验再决定要不要 all in， 风险确实少很多。还有别的更实际一点的优势吗？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在巴西找到真爱呀。当然有了，那就是在税务方面，数位游牧签证可以说是非常灵活。最烦就是缴税报税这些事情啦。听说巴西是全球收入征税的国家，而且税率还蛮高。难道税务不是个大坑吗？没错，巴西确实是全球征税，而且税率也不低，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27.5%。如果在12个月内在巴西停留超过183天，会被视为税务居民哦。还有，一旦获得了巴西永久居留权，那无论是否住在巴西，都会自动被当作税务居民。哇，这根本是巴西政府的税收天堂啊，哈哈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游牧签证就比永久居留身份更灵活了。举个例子说，比如在巴西住了6个月，然后飞到隔壁的阿根廷住6个月，那么在这2个国家都不会被视为税务居民。不视为高招啊，简直是试水温的避税加强版。好处不嫌多，还有其他隐藏优势吗？接下来，对于希望为自己准备一个 Plan B 的朋友来说，更是意义重大了。有朋友都在问，其实我们经常说 Plan B 是什么意思嘛？ Plan B 就是后备计划嘛。对于目前居住在一些高风险地区的朋友，有个外国签证，万一局势有什么冬瓜豆腐，都能快速合法出国，有个地方可以去啊。这种通行证当然是多多益善啊。而且巴西的数位游牧签证相比投资签证、婚姻签证来说，申请审批速度要快很多，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得2年的护身符啊。所以这并非只是加长版的旅游签，而是一个可以在巴西试水温居住，还能合法避税，甚至在紧急状态下出国的备用通行证哦。这本秘籍太实用了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今天聊了这么多巴西游牧签证的好处，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谈谈，像是这种签证能带家人一起去吗？你问到重点了，很直接的说不能哦，但是你这种但是真是吊足胃口啊。这个但是很重要嘛。虽然巴西游牧签证本身不允许以受抚养人的身份携带家人同行，但是如果其中一人先凭这个签证到了巴西，拿到身份证后，家人就可以透过家庭团聚的理由申请巴西的居留权咯。哇，还有这招啊！那数位游牧签证就像一座桥梁的作用，让全家可以前脚跟后脚那样一步
一步移居巴西咯。对啊，先让你这个先锋部队合法在巴西安顿下来，拿到身份证后，这不就等于开启了家庭移民的大门吗？这可是非常实用的策略哦。那如果我在巴西待了2年，觉得真的很棒，想长期留下来，这数位游牧签证能转换成永久居留权吗？这也是常见的问题啦，答案是不行哦。这样不就是白忙一场了吗？到期就得走人哦。正如之前所说了，这2年是试水温的机会。如果真的觉得巴西适合自己生活，那就可以考虑申请其他类型的签证，例如投资签证或者退休签证。看来这是一个前置任务啦，在当地实习，然后再找转正的方法，这思路不错吗？没错啊，继续来看看这支移民巴西的影片，开启一切皆有可能的新生活吧。如果觉得这本移民巴西的秘籍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乔乔，拜拜。